嗨，大家好，我们是全 Sit 工作室，我是阿虚。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款游戏呢，是点子狂想。它是一个3到8个人玩的游戏，游戏的时间大约在20到30分钟左右。那这款游戏主要是一款考验你跟其他玩家默契的一个词语联想的游戏。游戏的方式主要是借由联想，你去写出词汇。那你写出来的词汇要尽可能的去与大家的答案去做比对，如果有相同的话，那你就可以获得分数。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游戏的配件。OK， 在游戏盒打开之后，我们会看到以下的配件：一叠牌、白板、白板笔、分数板，还有我们游戏的 token。那这一叠牌呢，就是我们游戏里面最重要的配件。每一张卡上面有写着3个词汇，我们等一下游戏的时候，就是要借着这一些词汇去做联想。然后在游戏开始的时候，每一个玩家会分配到一个白板、一支白板笔，然后跟白板颜色相同的对应颜色的 token 2个，还有2个分数加倍指示物。现在来介绍一下游戏的配置。首先，刚刚每位玩家都有拿到这个跟自己板块颜色相对应的 token 2个，把其中一个 token 放在计分板上面0的位置来作为计分。接着，每位玩家会发到2张手牌，然后在场上翻出2张牌。这2张牌的功能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作答用的题目卡。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流程。首先呢，每一个回合都会有一个玩家来担任出题者的这个角色。那当回合开始的时候，作为出题者的玩家必须要从手牌打出1张牌，把场上2张卡的其中1张卡给盖掉。那场上的这2张卡就是我们这个回合必须要去进行联想的题目。那联想的方式是，我们从左边的卡片选择一个词汇，右边的卡片选择一个词汇去进行联想。比方说像白色跟食物，我们可以联想到鸡蛋或是牛奶；健康跟圆形，我们可以联想到药丸或者是苹果。那将你联想出来的3个答案写在白板上，并且将白板盖起来。当所有玩家都作答完毕之后，将白板翻开，对彼此的答案，并进行计分。那计分完成之后，再进行下一个回合，由下一个玩家来担任出题者的角色。那这样子一个回合就结束了。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进行计分呢？假设说这3个板块是我们这回合所答出来的答案，那我们的计分方式就是，你写出来的答案，只要有一个答案跟别人写的重复，那你这个答案就会得分。那得几分呢？就是取决于说你这个答案在场上出现了几次，它就会获得几分。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牛奶这个答案，红色玩家、绿色玩家、黑色玩家都有写，这个答案跟别人重复了。而且它重复了3次，那这个答案就会获得3分。那苹果这个答案，只有红色玩家跟黑色玩家有写，它也有重复。那写苹果这个答案的玩家就各得2分。那其他的像甜甜圈、圆桌武士都没有跟别人重复的情况，他们就不会获得分数。那总计得分就是，红色玩家牛奶获得了3分，苹果获得了2分，也就是红色玩家总分是5分。绿色玩家只有牛奶有跟大家重复，所以绿色玩家获得分数是3分。黑色玩家也是苹果跟牛奶跟大家重复，所以黑色玩家的分数也是5分。但在分数计算表上面，红色跟黑色的玩家就会前进5步，而绿色的玩家只会前进3步。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拿到的这个加倍指示物，我们要怎么使用呢？很简单，在你作答的时候，如果你对你的答案非常的有自信，你就跟大家宣称说你要使用加倍指示物，并且把指示物丢掉。那在分数结算的时候，你的第一个答案如果有得分的话，它的分数就会是2倍。比如说，如果黑色玩家在分数计算之前有使用加倍指示物的话，则苹果这个答案它原本只会获得2分，则会变成4分。但是加倍指示物只会对第一个栏位的答案作用。比方说像牛奶，牛奶它放在第3个栏位，虽然你这回合使用了加倍指示物，但牛奶仍然只会获得3分。注意，加倍指示物一回合只能够使用1次。那游戏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当有任意一名玩家他的分数到达或者是超过25分的那个回合结束的时候，游戏就正式宣告结束。然后每位玩家统计自己的得分，由最高分的那一位玩家获得胜利。顺带一提，如果刚刚没有使用到加倍指示物的玩家，在结算的时候，一个加倍指示物会获得1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点子狂想的教学，那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私讯我们的粉丝专页。那全系的工作室，我们下次见。